Hi everyone， 欢迎来到守望好莱坞。他是电影《他不笨，他是我爸爸》里只有7岁智商的父亲，是犯罪纪录片《灵魂的重量》里的大学教授，是人物传记片《米克尔》中的一员哈维·米克。经常看美剧的朋友可能已经猜到了，他就是著名的演员和导演谢恩·潘。作为现在唯一一个同时把奥斯卡和欧洲3大电影节影帝全部都拿在手上的演员，谢恩·潘的才华是被全世界都认同的。也正是因为这份才华，让他成为众多女明星爱慕的对象。从天后马丹娜到演员罗平莱特，再到影后莎莉赛隆，都曾拜倒在他的西装裤下。除此之外，他还跟寡姐史嘉蕾·乔韩森和众多俄罗斯女模传过绯闻，是圈里有名的女神收割机。当然，与才华和女人缘同样出名的还有他的坏脾气。曾经看到过一段话说，如果你看到某人挥舞着拳头在追打记者，那么此人有可能是泰森；如果你看到某人举着板凳在追打2个记者，那么此人也许是约翰尼·德普；如果你看到某人拎着把枪在追逐一群记者，不必多想，此人一定是谢恩·潘。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位暴脾气影帝的风流人生吧。1960年，谢恩·潘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圣莫妮卡，父亲是好莱坞一位颇有名望的人物，叫利奥·潘，可能很多人都认识他，毕竟那个年代像他那样能够身兼导演、演员和编剧的人才并不多。母亲艾琳·莱恩也是一名演员。谢恩·潘兄弟3人，他在家排行老2，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。有这么一对有本事的父母，谢恩·潘的童年相比于那些出身于贫民窟的明星们，那过得可是要幸福多了。在谢恩·潘的印象里，他从小就是在豪宅里长大的，在别人家的孩子拿玩具枪、遥控车玩时，他就已经拿起了父亲的真家伙，一架8毫米的摄像机进行实习，拍摄各种各样的事物。不过那时的他只是玩玩而已，对于当导演和演员并没有兴趣。他的志向是当一名正义凛然的律师，在法庭上唇枪舌战，彰显道义，但梦想只是拿来破碎的。经过社会的摧残后，谢恩·潘发现律师这个行当需要时刻冷静，而自己这一点就炸的脾气真的不适合从事这份职业。认清现实后，谢恩·潘就乖乖地回到了父亲身边学习，为以后进军娱乐圈做准备。因为从小父亲的言传身教和继承了母亲优秀的表演细胞，再加上父亲尽心尽力地为他保驾护航，谢恩·潘在演艺道路上走得十分顺遂，不仅会导还会演。就是本来不喜欢做演员的他，在拍戏后还一连拿下了好几次影帝。先是凭借越过死亡线中的精彩表现，拿到了人生中第一个重量级的奖项柏林电影节影帝。1年后，又因为一部《可人儿》击败了华人影帝专业户梁朝伟，赢得了戛纳电影节影帝。又是1年之后，他跟凯文·史贝西联合主演的《浮世男女》，让他问鼎了威尼斯电影节影帝。后来又通过一部惊悚电影《灵魂的重量》2度问鼎威尼斯电影节影帝。2004年，凭借《神秘河流》中的卓越演技，拿到了奥斯卡影帝。5年后，他又杀了个回马枪，2次捧回了奥斯卡影帝的奖杯，2届奥斯卡影帝，2届威尼斯影帝，1届戛纳影帝，1届柏林影帝。短短几年时间，他就把电影节的大奖拿了个遍。对于电影界来说，谢恩·潘这种人才真是可遇不可求的。在中国有个成语是叫做成家立业，但这词放到美国人谢恩·潘身上也同样成立。在奖杯拿到手软，事业发展如日中天的同时，谢恩·潘也没忘了成家这件大事。利用自己的名气，他把握各种机会，吸引了很多漂亮的妹子来和他谈情说爱。自古才子配佳人，虽然谢恩·潘这个才子长相不咋地，个头也不高，才1.73米，还有媒体说他1.7米，在好莱坞那个盛产男神的地方根本就数不上。但是因为他那都快要溢出来的才华，所以被他迷倒的女人绝不在少数。他的第一任妻子便是那大名鼎鼎的天后马丹娜。
在受邀拍摄马丹娜的歌曲《物质女孩》的 MV 时，谢恩潘与马丹娜一见钟情，爱得难舍难分。相恋6个月之后，两人就盖章领证结婚了。当时马丹娜对谢恩潘的感情非常深，还专门出了一张专辑，向谢恩潘表白说，这张专辑是专门为我丈夫写的，他是全宇宙最酷的男人。但是两人的婚姻仅维持了4年就分手了。至于离婚的原因，有人说是谢恩潘对马丹娜进行家暴，他不满马丹娜开放交友的行为，经常在婚姻里对马丹娜动手动脚。不过这个说法很快就被马丹娜本人给否定了，并且还身体力行的在离婚后多次力挺谢恩潘的电影和活动，掏钱献歌，从不吝啬。每次在公开场合说起谢恩潘时，马丹娜总是一副神采奕奕的小迷妹表情。她说，她所到之处大家都为她让路，并不是因为她是一名明星，更不是因为她出演过6把枪，而是因为她将她自己和许多人的全部心力都投入到慈善事业。所以我要说，谢恩，我爱你，打从第一眼看到你开始，现在还是一样。2016年时，马丹娜更是对谢恩潘隔空求复婚。如果你愿意向我的慈善机构支付15万美元，那么我愿意与你复婚。看马丹娜这一系列令人惊讶的举动，怪不得会有媒体说，即使马丹娜后来又有过很多男人，但是她最爱的永远都是谢恩潘。话是这样说，但是这样风流的两个人，注定谁都不会为谁守贞洁。在马丹娜继续认识新男友的同时，谢恩潘也邂逅了罗平莱特。说起这罗平莱特，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演员，在拍摄电影《魔鬼警长地狱香》时，跟谢恩潘演起对手戏来毫不逊色。她还曾出演过《阿甘正传》中阿甘求而不得的挚爱珍妮，和《纸牌屋》里干练职业的木下夫人。要不就说谢恩潘的魅力大，就是罗平莱特这样一位优秀到令人仰视的女神，却心甘情愿无名无分地跟他同居5年，为他生下了1儿1女。不少人都以为这位浪子真是遇到真爱了，却没想到9年后两人还是以离婚收场。2次离婚后更加放纵的谢恩潘又遇上了跟他一样刚刚结束上一段婚姻，还比他小24岁的寡姐史嘉蕾·约翰逊。因为寡姐比谢恩潘小了24岁，据说因此遭到了谢恩潘的女儿的强烈反对。不过当爹的谈恋爱，女儿的反对也没有用，只是这段恋情在1年后就不了了之，分手的原因不详。惺惺相惜的两个人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老少恋后就好聚好散了。此后谢恩潘身边的女伴就经常更换，有女演员比如娜塔莉·波曼就曾被拍到与谢恩潘在酒店约会，还有不知名的模特。在与寡姐交往期间，谢恩潘还传出与另一位女神约会。我虽然有过2段婚姻，但都不是真爱。当时我对婚姻的概念还是迷迷糊糊的，在那种状态下的婚姻并不是婚姻。这是谢恩潘对新认识的女友求爱时说的情话，能让他不惜得罪前任来讨好，足以见得这位女士在这个情场浪子心里的地位有多重要了。此人就是比谢恩潘小15岁的气质女神莎莉·赛隆。说来也巧，谢恩潘和赛隆2个人曾在同一年分别拿下奥斯卡的影帝和影后，或许就是这种缘分的牵引。在拿到奥斯卡后没多久，谢恩潘就把赛隆变成了自己的女朋友。不过在一场情场上，一向是常胜将军的谢恩潘却在赛隆身上碰了钉子。谢恩潘很想和赛隆结婚，组建家庭，但是赛隆却是个只谈恋爱不结婚的单身主义者，这让谢恩潘非常失望。2014年7月份，美国周刊爆料说，谢恩潘与赛隆将会在南非举办婚礼，但是2015年6月，两人就被曝分手了，这段感情就这样无疾而终了。如今已经是60岁老头的谢恩潘又宣布与相恋4年，同样是演员出身，但是只有28岁的女友莱拉结婚，这真是让人大吃一惊啊！在采访谢恩潘提到，他和莱拉是从2016年开始相恋，几乎每天都是形影不离。虽然年龄之间有点差距，但是两人非常合得来。谢恩潘说，莱拉是他生命中的女孩，在经历了一系列高质量女神之后，以为谢恩潘浪子回头，找了一个可以过日子的年轻美女，
没想到又失败了。西恩与莱拉结婚前交往了4年，短暂分手让西恩意识到对方的重要性，求复合并结婚。然而曾出演《掠食城市》的澳洲演员却没得到坏小子的足够重视，连个像样的婚礼都没有。可以归咎于大环境，但是简陋的视频婚礼，重要日子不请莱拉的爸爸，态度方面就说不过去。作为同行又是同龄人，西恩和莱拉爸爸之间几乎零交流，莱拉夹在中间，时间长了肯定难受。据悉，谢恩潘比他的岳父只小上1岁，但是因为他长得稍微着急了一点，所以看起来他比岳父还要老气。而谢恩潘的子女们面对一个跟自己差不多年纪的继母，也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啊。另外，莱拉是个比较自卑的女演员，她对谢恩潘的崇拜让她更加乖巧听话。比起谢恩的前面几任，莱拉的排场差了很多。即便是本人不物质，不代表老公可以毫无表示。最终结果是，他与莱拉乔治的这段婚姻仅维持了15个月就宣告结束。不过62岁谢恩潘的收割应该还会继续。最后，如果喜欢这部影片，别忘了按个赞或是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感谢您的鼓励，我们下期再见。